我们知道，荣国府里是王熙凤在管家，她还曾一度协理宁国府。在《红楼梦》第13回与第14回里，曹雪芹集中地描写王熙凤监管两府的情景，不遗余力地将她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相关的描写很有层次感。王熙凤接受贾珍的办理秦可卿丧事的请求后，并不是急于上任去发号施令，而是先冷静地分析宁国府家务管理中的弊病。头一件是人口混杂，遗失东西；第二件是无专职，临期推诿；第三件需用过费，滥之冒领；第四件任务大小，苦乐不均；第五件家人豪纵，有脸者不服钱数，无脸者不能上进。王熙凤的分析确实切中要害，这可由脂砚斋的批语为证。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，余家更甚。30年前事见书于30年后，令余悲痛血泪迎面。王熙凤在分析弊病之后，对症下药。她先是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，又吩咐采明念花名册，按名一个一个的换进来看试，颇似今日的应聘面试。接着，作者花了500字的篇幅介绍他采取的相应措施，而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词，那就是岗位责任制。个人的岗位责任一一明确，以后那一岗乱了，只和那一岗说话，物品或丢或坏，就和守这处的人算账描赔。王熙凤的措施可谓是立竿见影，诸人各司其职，秦可卿丧事的操办忙碌而有序。为了保证岗位责任制的切实执行，王熙凤同时还有意立威。次日迎送亲客上的一人因睡迷了来迟了一步，他求奶奶饶过这次，王熙凤却将他晾在一旁，先处理其他事，过了一会才告诉他，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，不如现开发的好。于是那人当众受罚，不仅打20板子，同时被急去1个月的银米。王熙凤乘势又警告众人，明日再有误的，打40，后日的60，有要挨打的，只管误。王熙凤这次立威的效果极佳，榜样就在眼前，于是众人不敢偷闲，自此兢兢业业。整肃了治理丧事的团队之后，诸事走上了正轨。此时王熙凤并未暂时卸去荣国府的管家职责，那几日偏偏宁、荣两府的杂物甚多，却能做到忙而不乱，一一安排妥帖。凤姐见日期有限，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，忙得凤姐茶饭也没工夫吃的，坐卧不得清静。刚到了宁府，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，既回到荣府，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。凤姐见如此，心中倒十分欢喜，并不偷安推脱，恐落人褒贬，因此日夜不暇，筹理得十分的整肃。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。事情是如此繁多，头绪是何等杂乱，王熙凤却都能筹理得十分的整肃，这就一下子在读者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女强人的形象。秦可卿丧事是暂时性的突发事件，在操办过程中，作者只是偏重于王熙凤精明精细、安排周全与杀伐决断一面的描写，并未能全面地展示她治家的理念、谋略与手段。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于荣国府日常家务的管理过程。第6回写到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，作者又借周瑞家的之口，正式宣告了王熙凤管家身份。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，都是连二奶奶管家了。管家重任在肩，王熙凤显得很忙碌。第68回李善姐曾介绍说，府内一日少说，大事也有1-20件，小事还有30-50件，府外从娘娘算起，以及王公后伯家多少人情客礼，此外还有一些亲友需要照应。这些杂物的处理都要动用银钱，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。尽管银钱调度的权限只限于二门内的事务，王熙凤握掌的这份财权已足以使各色人等围绕她旋转，有奉承的，有送礼的，也有认干娘的，都想借此换取一份利益。尽管时有矛盾与争斗，但荣国府的经济生活就总体而言应该承认是运转有序，诸事务的处理井井有条。这期间王熙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在第15回里，她就自豪地宣称，那一处少了我。王熙凤乐见人们对她的恭维，却也没有飘飘然不知所以。她一直有着很清醒的判断，奉承她的人是想谋取某种利益，
而且听到的奉承话虽然不少，但痛恨他的人却是更多。在第55回里，他告诉平儿，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。这判断可由第65回里星儿的话做印证。如今何家大小除了老太太、太太2个人，没有不恨他的，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。痛恨王熙凤有种种原因，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他执法严明。第14回里可看到荣国府4个执事人申请支领东西，王熙凤审核后指着说道：“这2件开销错了，再算清了来取。”于是那2人扫兴而去，虚用过费，滥支冒领。这是王熙凤梳理过的封建大家族管理中的5大弊病之一。他的严格审核防止了家族资产的流失，而希望通过滥支冒领而自肥的人，自然会因计谋受阻而愤恨不已。这类事一再发生，固然可证明王熙凤治家的精明，同时愤恨她的人也因此不断增多。王熙凤对下人的处置有时又很严酷。第61回里，当闻说玫瑰露与茯苓霜失窃事件后，她立即下令将他娘打40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40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后来他甚至还对平儿说：“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善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瓷瓦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别给吃。1日不说跪1日，便是铁打的，1日也管着了，以严酷的手段保证治家措施的有效。这也是王熙凤治家才干的一种显示，而且是说1是1，说2是2，没人敢拦他。同时，他招致的愤恨也就更多了。一直有意回避各种矛盾的鸳鸯，在荣国府的处事较为超脱，又始终在贾母身边服侍，消息来源也多。他冷眼旁观这些年的治家状况，在第71回里做出了王熙凤案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的评价。以上所言是常规治家状态下王熙凤的所作所为，倘若抱定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宗旨行事，各种怨愤声自会平息，但荣国府的管理必陷入混乱。由此可见，王熙凤不仅有治家的才干，同时她也敢于施展。就这点而言，其实应给予充分的肯定。